你一定听说过百慕大三角，这里一直流传着无数离奇传闻。有人认为船只和飞机会在这里神秘失踪，也有人把它和外星人、未知空间，甚至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联系在一起。位于迈阿密、百慕大群岛和波多黎各之间的这片海域，几十年来几乎已经成了各种未解之谜的代名词。几乎每一个讲神秘事件的频道都曾专门聊过它。但真正奇怪的是，当无数博主和各种神秘学爱好者还在争论这里是否存在未知空间、失落文明，甚至海底神秘基地的时候，真正的科学家却一直在默默做着另一件事。他们架设探测仪器，发射卫星，钻探海底，并不断分析收集到的数据。而近几年，他们发现的东西或许比任何外星人故事都更加不可思议。因为真正的百慕大三角并不仅仅只是神秘，它甚至正在改写人类对地质学、海洋学乃至水本身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家在这片海域发现的5个惊人现象，相信看完之后你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重新认识百慕大三角。准备好了吗？因为真实的答案也许比所有传说都更加令人震撼。这一切都要从那个创造了整个百慕大三角传说的故事说起。1945年12月5日，5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空军基地起飞，他们隶属于著名的19号航班，执行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训练飞行任务。航线十分简单，向东飞行，轰炸训练目标，然后返回基地。当天气候晴朗，飞机状态良好，飞行员经验丰富，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灾难即将发生。然而起飞2个小时后，机队指挥官查尔斯·泰勒中尉突然联系基地，报告自己的2个罗盘全部失灵，已经无法判断所在位置。基地保存下来的无线电通信记录显示，随着时间推移，现场气氛越来越紧张。泰勒似乎误以为机群飞到了墨西哥湾上空，而事实上这几架飞机很可能已经一路飞向了远离海岸的大西洋深处。地面指挥人员不断尝试引导他们向西返航，但无线电信号却越来越差。当晚大约7点左右，19号航班发出了最后一次无线电讯息，随后5架飞机连同机上的14名飞行员彻底消失了，没有残骸，没有遗体，没有漂浮的油污，什么都没有留下。更离奇的是，一架负责搜寻他们的马丁水手也在执行搜救任务时失踪，机上27人同样杳无音讯，仿佛凭空消失。这个故事也成为了后来百慕大三角传说最核心的起点。几十年来，无数作家、记者以及神秘现象爱好者不断为它添油加醋，加入了许多原始报告中根本不存在的细节。例如，泰勒曾惊呼自己看见诡异的白色海水，天空出现异常景象，罗盘疯狂旋转，甚至海面上悬浮着绿色光芒等等。但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已经公开的美国海军档案能够证实。不过，当一个故事本身已经足够像恐怖电影剧本时，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事实呢？随着时间推移，失踪事件被不断放大，从最初的几架飞机逐渐演变成数百艘船只和数十架飞机的离奇消失，仿佛这片海域真的隐藏着某种无法解释的力量。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真正的科学研究才正式登场。科学家首先做的并不是收集传说，而是统计数据。他们研究的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事故记录。201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一项针对全球海难数据的大规模统计研究，结果却让无数神秘事件爱好者感到失望。按照单位航运流量计算，百慕大三角甚至连全球最危险海域前10名都排不进去，它的事故率甚至低于南海、英国沿海、地中海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繁忙航道。换句话说，在百慕大三角沉船的概率并不比任何一片繁忙海域更高。那些精于计算风险的保险公司也从未因为船只经过百慕大三角而提高保费。如果这里真的异常危险，他们一定会第一个发现。美国海岸警卫队同样从未正式把百慕大三角列为高风险海域，也没有专门为它单独建立事故统计数据。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大西洋上一片再普通不过的海域，事故发生率也完全处于正常水平。看到这里，很多人或许会觉得关于百慕大三角的谜团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但科学家向来十分严谨，他们没有简单的下结论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反而继续向更深处研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出现了。百慕大三角确实很特殊，只是它特殊的地方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科学家真正发现的第一个重要秘密来自海底，
百慕大三角下方的海底并不是一片覆盖着沙子和海草的平坦海床，恰恰相反，这里是地球上海底地质结构最复杂、最壮观的区域之一。这里拥有波多黎各海沟，整个大西洋最深的地方，深度达到8380米，比珠穆朗玛峰露出海平面的高度还要更深。附近还分布着海山、海底火山脊，以及遍布洞穴和塌陷坑的巨大碳酸盐岩平台。然而，真正让科学家感到震惊的发现，并不在海沟深处，而是在巴哈马群岛附近较浅的海底平台上。2015年，挪威特罗姆瑟北极大学的一支科研团队在巴伦支海海底发现了巨大的环形坑洞，其中最大的直径接近800米，深度可达45米。卫星和海底测绘数据显示，这些巨坑并不是陨石撞击形成的，而是海底甲烷气体猛烈喷发后留下的痕迹。大量甲烷长期被困在海底沉积物和岩层之下，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突然喷发，威力之大，甚至足以在海底炸出一个城市街区大小的巨坑。这一发现很快让不少研究人员联想到了百慕大三角，因为这片海域的海底同样蕴藏着数量惊人的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俗称的可燃冰。这种晶体结构会把甲烷分子封存在冰状晶格之中，在高压低温环境下十分稳定。但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比如海水温度略微升高，或者地震导致压力下降，它们就可能开始分解，释放出大量甲烷气体，并形成巨大的气泡柱直冲海面。实验室研究表明，当海水中充满大量气泡时，海水密度会急剧下降。如果一艘船正好经过这样的区域，船体下方的浮力可能会瞬间消失，就像脚下的地板突然变成空气一样。整艘船可能在短短几秒钟内沉没，甚至来不及发出求救信号。由于大量气泡迅速涌向海面，残骸和油污也可能被卷入其中，因此海面上几乎不会留下明显痕迹。这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或许能够解释百慕大部分失踪事件中最诡异的现象。现场几乎什么都找不到。当然，各种神秘传闻也很快围绕这一发现出现。有人猜测，这些甲烷喷发来自海底某个传说中的失落文明遗迹，也有人认为那些天然气水合物可能与某种远古能量系统有关，甚至还有观点认为高浓度甲烷可能影响飞行员和船员的判断能力，使他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偏离航线。不过，这些说法目前都没有得到可靠证据支持，科学家的解释反而更加现实，但同样令人不寒而栗。地质学家确认，百慕大三角海底确实存在天然气水合物沉积层，但这种大规模喷发属于极其罕见的地质事件，可能几千年才会发生一次。按照目前的推测，这片区域最近一次大型甲烷释放很可能发生在约15000年前冰河时代结束的时候，当时海洋逐渐变暖，大量海底甲烷沉积层失去稳定性，从而发生剧烈释放。不过，仅仅知道海底沉睡着这样一颗随时可能被地质活动唤醒的天然气炸弹，就已经足以让人重新认识这片海域。百慕大三角真正的秘密或许远比各种都市传说更加真实。而科学家的第二项重要发现则来自天空，它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飞机会在这里突然失踪。墨西哥湾暖流正好穿过百慕大三角海域，来自热带的暖流与北美大陆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了强烈的温差。这种温差会催生规模不大的局部风暴，它们往往毫无征兆的出现，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增强到接近飓风级别，又会迅速消失，几乎不给人任何反应时间。真正的突破来自2016年一项研究。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气象学家在分析百慕大三角上空的卫星云图时，发现了一种大西洋其他地区极少见的六边形云团。这些云层奇怪的不只是形状，它们还与一种被称为夏季暴流的极端天气现象密切相关。高速下沉的气流会从高空猛烈砸向海面，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170公里。想象一下，一只看不见的巨大拳头从天空狠狠砸向海面，它能瞬间掀起高达15米的巨浪，并在数公里范围内形成接近飓风级别的狂风。如果飞机恰好进入这样的下沉气流，高度可能会在瞬间骤降，飞行员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而海上的船只则可能一侧遭遇巨浪，另一侧受到猛烈狂风冲击，短短几秒钟内便发生倾覆。更诡异的是，仅仅半小时之后，天空就会重新放晴，海面恢复平静。等到搜救人员赶到现场时，眼前看到的往往只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仿佛灾难从未发生过。正是这种搜救时天气晴朗，而船只和飞机却已经彻底毁灭的巨大反差，才让人误以为发生了某种神秘失踪事件。那些遇难者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超自然力量参与其中，只是这里的天气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致命，而且往往不会留下任何目击者。第三项发现则让不少物理学家感到意外，它与地球磁场有关。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水手都曾抱怨，百慕大三角里的指南针似乎总是不太正常，指针会轻微抖动，指向错误的方向，甚至毫无征兆的旋转。过去，人们一直把这些说法当成水手间的迷信故事，直到地球物理学家开始进行系统测量，他们发现百慕大三角竟然是地球上少数几个磁北极与真北极几乎重合的区域之一。也就是说，这里的磁偏角几乎为零，这本身并不危险，却会给导航带来麻烦。因为很多船员和飞行员早已习惯根据磁偏角修正航向，而到了这里，这种修正反而需要取消。如果仍按平时的方法校正航向，就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偏离几十公里。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2020年，英国利兹大学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论文，研究显示，百慕大三角所在区域还受到所谓南大西洋磁异常区的影响，这是地球磁场相对较弱的一片区域，而且还在缓慢向西移动，不时扫过百慕大三角附近海域。在这里，地球磁场强度比正常区域更弱，这会带来两个重要影响。第一，指南针确实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常读数。第二，较弱的磁场意味着对宇宙射线的屏蔽能力下降，经过这里的卫星更容易发生电子设备故障。围绕这一发现，各种神秘说法再次出现。有人认为，这证明百慕大三角是地球上的某种能量中心，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汇聚之地，能够干扰电子设备，甚至让人迷失方向。还有人联想到特斯拉关于无限能量传输的设想，认为这里就像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大特斯拉塔，与地球本身发生着某种共振。不过，地球物理学家的解释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这种异常来源于地球深部，在南大西洋下方，地核与地幔交界处存在一片特殊区域，那里液态体的对流方式与地球其他地方不同，因此削弱了这一带的磁场强度。而且，这种异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正在缓慢移动。也许再过几百年，这片异常区就会离开百慕大三角，到那时，这里的指南针也会恢复正常。但至少现在，对于依赖传统磁罗盘导航的船只和飞机来说，这依然可能成为关键时刻出现误差的原因之一。第四项发现，则不是来自地质学家，也不是气象学家，而是来自海洋学家。他们研究的对象就是水本身。世界上最强大的洋流之一，墨西哥湾暖流正好穿过百慕大三角，它不断把热带海水输送到北大西洋，在某些区域，它的流速可达每小时9公里，宽度甚至超过80公里。它早已不仅仅是一条海流，更像是一堵不断移动的海水高墙，足以把一艘小船轻易带离原来的航线，飘向数百公里之外。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几乎看不见的海洋现象，也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它们被称为海洋中尺度涡旋，就像漂浮在大海中的隐形漩涡。这些涡旋的直径通常在50到300公里之间，有些甚至能够持续存在数月之久，在大西洋上缓慢移动。在漩涡内部，海水不断循环流动，形成强大的水下洋流，而海面却几乎看不出任何异常。如果一艘船不幸进入这样的区域，可能会突然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拖向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在依赖星象和磁罗盘导航的年代，这样的偏航往往是致命的。不过，真正让海洋学家感到震惊的，并不是这些涡旋本身，而是它们对海浪产生的影响。2017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海洋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波浪变化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来自不同风暴系统的海浪相互碰撞后，可能形成一种被称为疯狗浪的巨浪。这种海浪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高度可达30米，持续几分钟后又迅速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它并不是传说，卫星观测以及北海石油平台的实测数据都已经证实了这种巨浪的存在。一旦疯狗浪从船体侧面和上方同时袭来，巨大的冲击力足以瞬间击碎船体，并把成吨海水灌入甲板，整艘船可能在短短2-3分钟内沉没，甚至来不及发出求救信号。而更诡异的是，当这股巨浪消失后，
海面很快又会恢复平静。等搜救人员赶到现场时，看到的往往只是风平浪静的大海，完全看不出刚刚发生过一场灾难。根据研究，百慕大三角正是疯狗浪最容易形成的区域之一，因为这里同时汇聚了墨西哥湾暖流产生的海浪、北大西洋的海浪以及巴哈马浅滩反射回来的波浪。不同方向的波浪不断叠加碰撞，为疯狗浪的形成提供了天然条件。第5项发现也是目前最新，或许对未来影响最大的发现，它既不来自天空，也不来自海水，而是来自百慕大三角海底沉积层。2019年，一支国际地质研究团队在百慕大附近执行深海钻探计划，从海底取出了柱状沉积岩芯。这些岩芯像一本地球历史书，完整记录着过去数百万年的气候变化，而研究结果却让气候学家不得不重新修正自己的模型。研究人员发现，在地球历史上几次快速变暖时期对应的沉积层中，都保存着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大量释放的痕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沉睡在海底的甲烷储层。只是它们当年的释放规模远远超过科学家此前的估计。地球化学分析显示，大约5600万年前，在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期间，百慕大附近海底释放出了数十亿吨甲烷。这些甲烷进入大气层后，使全球平均气温在几千年时间里上升了约5到8摄氏度。甲烷的温室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80倍，它的大规模释放会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气候升温导致更多天然气水合物分解，更多甲烷进入大气，又进一步加剧升温，升温继续释放更多甲烷，最终形成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科学家将这种过程称为甲烷灾变。有研究认为，它曾导致海洋生态遭受严重冲击，而真正令现代气候学家担忧的是，百慕大三角海底那些天然气水合物至今依然存在，它们仍被封存在深海沉积岩层中，依靠高压和低温维持稳定。然而，全球海洋正在持续升温，热量一年一年向更深的海底传递，迟早可能到达这些天然气水合物所在的深度。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是否一定会到来，也没有人知道它究竟会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但百慕大海底岩芯保存的记录至少说明了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在地球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而且后果极其严重。各种神秘学说也很快围绕这项研究展开。有人猜测，各国政府正在隐瞒即将到来的甲烷灾难，甚至已经秘密修建地下避难所，为未来的大灾变做准备。还有人把这件事与灵媒埃德加·凯西的预言联系起来，认为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将会在百慕大附近重新浮现，而海底甲烷释放就是沉睡文明即将苏醒的第一个信号。甚至还有观点认为，这些天然气水合物根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数百万年前某种外星文明遗弃在海底的工业废料。当然，这些说法目前都没有可靠证据支持。地质学家的观点则现实得多，他们认为天然气水合物确实值得长期关注。百慕大三角海底就像埋着一座沉睡的天然气库，它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神秘力量，而是深海甲烷本身可能带来的地质和气候风险。还有一个细节，把前面提到的5项发现全部串联了起来。百慕大三角并不是一块被诅咒的海域，它只是一个多种自然力量高度重叠的地方。天然气水合物，世界很多海域都有，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恰好位于全球最强洋流之一的旁边。热带风暴世界各地都会形成，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同时具备暖流与冷空气剧烈碰撞的条件。磁场异常也不是百慕大独有，但并不是每一处此异常区都刚好位于全球最繁忙的海空交通要道，每天都有大量船只和飞机穿越这里。正因为如此，百慕大三角才像是一场由地质、气象、海洋和磁场共同作用形成的完美风暴。每一种现象单独看都不算特别，可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就足以制造出许多令人费解的事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遭遇这些自然现象，却无法解释原因。指南针突然失灵，巨浪凭空出现，船只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中沉没。于是人类的大脑开始寻找答案：海怪、诅咒、外星人、失落文明，各种传说由此诞生。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到了今天，百慕大三角依然不断带来新的发现。2022年，科研人员在巴哈马浅滩附近进行海底测绘时，又发现了一套庞大的海底洞穴系统，那里分布着大量蓝洞，也就是垂直向下延伸数百米的石灰岩深坑。由于深处几乎没有洋流流动，
海水长期保持静止，沉积物得以完整保存数千甚至上万年。对于古气候学家来说，这些蓝洞就像天然的时间胶囊，沉积层中完整记录着过去1万年来飓风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历史。科学家们才刚刚开始解读这些记录，但已经可以确定，百慕大三角不仅是一片危险海域，更是一座保存着整个大西洋历史的巨大档案馆。蓝洞底部每一层沉积物都像是大海亲手写下的一页历史，而人类直到今天才刚刚翻开第一页。从1945年神秘消失的第19飞行队，到海底沉睡的甲烷储层，从天空中的夏季暴流到地球磁场异常，再到深海洋流与疯狗浪，百慕大三角带给我们的答案也许和所有人想象的都不一样。这里并没有超自然力量，真正危险的是大自然本身。气体、水流、风暴和磁场就足以创造出那些看似无法解释的现象。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试图在百慕大寻找神秘事件，结果最终找到的却是科学。而科学有时比任何神话都更加震撼，因为它不仅解释了过去，也提醒着未来。海底甲烷、磁场异常、疯狗浪，这些现象并不只存在于百慕大，它们影响着全球的气候、航海安全以及航空导航。百慕大三角只不过恰好把这些自然力量集中展示在了同一个舞台上，像一块放大镜，把它们全部呈现在人类面前。如果我们能够读懂这些信号，也许就能更好地面对未来。毕竟海洋比人类古老了数十亿年，它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真正开始理解它。那么你最惊讶的是哪一项发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别忘了关注，因为科学从未停止探索，而海洋也仍在不断揭开自己的秘密。